一个争执之下已经吵到不可开交，然后你知道他习惯逃避，离开现场会是他每一次下一步会去做的决定。听你讲这句话，我相信不会有人那么狠心的把你丢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布莱尔。今天要来分享的这本书呢，是我想对你说的爱的语言。那这本书也是我有联名，不是联名，冠名。冠名推荐的，然后也很多我的好朋友推荐，他们应该不知道我要拍这本书。当时候他们寄给我看稿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喜欢。拿到实体书，我昨天才收到，今天就想要拍来跟大家分享。它这本书很好玩的是，它里面总共是11个情境，121个句子，比较像是你在吵架啊、起争执啊，或是有冲突，或者是心里觉得很不平衡，觉得情绪很高涨，你有没有任何的潜台词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讲不出，用适当的语句讲的时候，很适合这一本。它给你11个情境。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我自己在跟我的家人、朋友、伙伴，甚至是我的爱人，工作上也好，相处上也好，或者是任何对谈，因为都会有情绪嘛，不管是正经的讲、严肃的、生气的，还是心痛的、觉得委屈的，很多时候就是我好委屈，我好委屈，但是那句话可能没办法表达到我想要表达的，或者是我真的很生气，但是我很爱你，那我怎么样好好真切告诉你我现在很真实的愤怒，但又跟你说我不想要伤害你。在阅览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看了几句，我一看就知道就是你，就是我平常时会用到的话，甚至是我平常时觉得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话，总共15句，以上跟大家分享。因为这本书作者是美国人，所以他原文书是英文，现在讲的话会比较多是翻译的语句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。第一句呢是我很生气，这不代表你是个坏人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肯听一听，我会觉得深深被爱。我觉得这一句话我很喜欢，这是第一句，我觉得好有感觉的，因为你要表达你真的很生气，但是你要同时传达说我的生气、我的愤怒不是说原因是因为你很糟，而是我很生气没有错，这是我的情绪，但不代表对方是个坏人，反而是我很在乎，我很爱你，我把你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。所以这句话有个重点是，如果你肯听一听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高涨，不只是一个人、2个人同时有很满、很不知道怎么用具体化的文字，甚至是妥当的词汇来形容的话，真的很容易说错话。所以如果对方可以花点时间，甚至是沉静下来听一听我现在的想法，我现在的愤怒，就是聆听就好。第二句，我现在毫无头绪，不知所措，只能告诉你我承受很多痛苦，我知道你也是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更亲和友善一些。这句话我真的也超级有感受，很明显是情侣间吵架，比如说我跟男子，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还是很多吵架的时候，最多吵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2个人的情绪表达不正当，或者是态度不好，或者是刚刚发生什么事情，觉得你怎么那么不理解我，很多时候是无法理解你刚刚怎么会这样对我说话，也因为不是一个很具体、很明确，比如说你刚刚怎么会关门关那么大力，不是那么具体的事情。如果是那么具体的话，还好办事，因为就是对不起，我下次关小了一点，或者是我刚刚没有关很大力啊，就直接吵那个事情就好。但很多时候我跟男子就是这样，很多时候就是你刚刚那个情绪，我刚刚那个感受不好，但刚刚感受是什么感受？我刚刚没有啊，很虚的一个东西。所以这一句话，我觉得能够套入的是，我们先不要讨论那些比较抓不到的吵架原因，而是我们把我们现在能够掌握的情绪，先把它摊在我们之间，不要去压抑它，也不要因为这些情绪把它压住了，讲一些伤人的话，而是我们把它摊开来说，好，我们都有这些情绪，我也痛苦，你也痛苦，我知道你也痛苦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蒙蔽自己说，我最痛苦，我最可怜，你根本不懂，或是你就是要承受。有时候我们其实心里也知道对方现在很不好受，只是1可能我们情绪大过于他们，2可能拉不下脸来。所以这句话表达的比较多是我们在情绪之上，我们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情况下，我想告诉你，我现在很不好受，我很痛苦，那我相信你也是。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来更友善的对彼此。第3句话，我知道你想修复关系，但现在我只想独处，请不要觉得我是故意针对你，我爱你。有没有很有感觉？你同时表达了我知道你很想跟我沟通，很迫切的想要了解我的想法是什么，但是我也告诉你，我现在只想独处，不是说不想修复关系，不是不想理你，而是我想独处，我等等就好了。就真的是很多时候吵架的情侣会有一方很想要积极的说，赶快告诉我说话啊，可是有一方，我就那一方 A 型嘛 ，A 型就很常憋在心里，闷在心里，自己脑中有个很复杂的剧场，想通了，其实自然就好了，他只是需要一些时间，独处的空间。第4句，我不需要你和我的观点完全一样，但我需要你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子想。这句话就很浅显易懂了吧？我知道你跟我观点不一样，我不需要你跟我一样，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是这样子想的。尽管你
你只要知道，你不需要认同。这是一个做人处事上对任何事情、对任何人都很需要学会讲这一句话。我一直都在关注自己是否被听见，我居然看不见你的努力，其实也很有意义。这句话其实蛮深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会忽略掉这件事情，心里的小我会太大，全世界要以我为中心，我全部都是以我为发想的去想每一件事情的观点。你在情绪下嘛，很多事情就是议题，只有你自己的面，你还没有看到对方的角度、的经历、的故事，你还没有时间或是没有喘息的空间去听。这句话比较适合用在当你突然间发现，对耶，其实眼前的你也很努力，也在为了这段感情，也在为了这份工作，也在为了这个关系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当你领悟到，但是你可能上一句才刚刚骂他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给自己算是下台阶吗？或者是一个比较委婉又不会觉得拉不下脸来说的一句话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很中性、很温和。OS 也是说不好意思，我道歉，我都一直只听自己的声音，没有听你的。但是这个字面上没有任何的道歉，只告诉你说我一直关注我自己的声音，我现在发现你的努力也非常有意义，对对方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肯定、有力量的一句话。第6句，与其批评我，不如请你明白的告诉我你的期待，好吗？好吗？与其对不对？与其你一直说你哪里不好哪里不好，你真的很糟，你真的怎样，你不如跟我说你期待我怎么样做，希望我怎么样配合你，你理想中的我是做到怎么样的画面，怎么样的标准。每一个人价值观，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一。与其一直批评，你就直接告诉我你的期待吧。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的容忍，我们的心里也不好受，不要一直觉得说一直骂我，一直骂我，我就一直全盘接收对方的批评，而是你要理性的为自己站出来说，好，你与其批评我，不如告诉我该怎么做。你在弱势的时候很有力量，为自己争取有逻辑又得体的一句话。我现在最不需要训斥，我只需要你的爱。尤其是在最亲最亲的人，我刚刚在圈这句话的时候，最直觉想到的是妈妈或者是另外一半。有时候父母在真的训斥你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毫不留情面。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？你这个怎么那么不孝顺？你这个怎么花那么多钱？直接每一句话刺到心里的这些批评、这些指教，除了你告诉我你期待怎么样之外，有时候我们心里都知道，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些啊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我不成才，我知道我花很多钱，我知道我没存钱，就是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我不需要听这些。反而是最需要这些最 close 的人给我最满满的爱，哪怕只是一个拥抱，哪怕只是你告诉我你在，你爱我，我只需要你的爱。我知道你心烦意乱，但请你不要走。当你离开，我会觉得被抛弃。这句话很适合在你们在一个冲突、一个争执之下，已经吵到不可开交，然后你知道他习惯逃避，离开现场会是他每一次下一步会去做的决定，但是同时你又很清楚知道你需要他的存在和陪伴，你的安全感来自于他在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请你讲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是一个你同时告诉他你的需求，而不是那种拜托你留下，我很需要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大家只会觉得你很烦很怎么样。但是如果你非常理性的讲了这一句话，告诉他说这样的离开会让我觉得我被抛弃，我觉得很无助的感觉，我相信不会有人那么狠心的把你丢下。在得知你这么真实的情绪，而不是在吵吵哭闹那一种感觉之下把它挽留下来。当你不和我沟通说话时，我觉得自己在你心中一无是处。让我们静默3秒。有非常多的私讯，小暖会跟我说，我的男朋友，我的另外一半就是不跟我沟通，他就是安静，他就是静默，他就是选择逃避。没有关系，因为真的是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，每一个人情境跟环境能够让他舒坦开的时间都不一样。这句话也是比较理性，告诉他说，你这样做这件事情，我的在乎真正的原因，那个到位到在哪？因为有时候就是你这样子不沟通，哪有情侣不沟通的？你不沟通，那就不要沟通，那就分手啊！你一直说不沟通啊，我就是不想沟通。因为我觉得很吵。可是如果当你跟他说你这样子不跟我讲话，让我觉得被抛弃，他就啊，原来从你的角度来看，你是需要这份安全感的。我要提醒大家，在两方有这种分歧的时候，一定是两方都有情绪，要不然他干嘛不讲话？除非他就是懒得讲话。如果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善于沟通的人，再加上一点点情绪，他一定会选择静默，或者是此时此刻先不沟通。所以你要相信你们会在一起，是一个这么紧密的人，一定是有感情的牵隔，不要用哭哭闹闹，用一些比较理性又可以全面表达你感受的话去告知他。我知道我反应过度了，你可以给我几分钟让我恢复理智吗？这句话是很适合接在你刚刚已经骂完一波，就各种崩溃的场景之后，下句话有人说你可以不要反应那么过度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人理智线更会断，因为我刚刚就已经很气，你还跟我冷静的说你反应可以不要那么大吗？我会觉得更爆炸。接收到说你反应可以不要那么大的下一秒，你想要爆炸之前先讲这句话，吞一口口水，停个2秒，
我知道我反应刚刚过度了，那你给我一点时间理一下我刚刚的那种感受的思绪，我需要点时间。一方面给自己台阶下，二方面你可以承认你刚刚反应过度，不是说讲这句话你就是认错，你就是刚刚做不对的事情，而是你就承认了你刚刚有做了一件很中性的事情。我也意识到了，请给我们彼此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时间去沉淀一下。你可以不同意我，但是你不重视我的感觉，让我很受伤。每个人立场都不一样，你可以不用同意对方，对方也可以不用同意你，但是起码的尊重要有。如果对方给你一种不尊重的感觉，不屑你，或是根本连你的意见都不想听，你这句话就可以端上来了。这份尊重呢，除了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之外，你同时要告诉他，因为没有这份尊重，你同时又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人，让你很受伤。对不起，我一直表现的好像都是你的错，因为有时候真的情绪一到，或者是一直压抑着很久的情绪之后，会觉得我们刚刚的批评，我们刚刚说出来的见解，都是从对方开始，你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怎么不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怎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理性下来，给自己台阶下，跟我觉得可以适时的把这句话挂嘴边，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我跟我男朋友在这近1年沟通有非常的大幅成长，跟感情有变好的很大原因，是我们更能够认错之余，告诉他说，我懂你的难受，我知道不是你的错，但是我也怎么样，就是我们非常的理性跟中性的，不压抑自己的情绪，不压抑自己的想法，同时又告诉他，我懂你的不舒服，我懂你的不愉快，互相的尊重，互相的再补1-2句话说，我在乎你，我爱你，我能够理解，但是我现在怎么样？你心平气和讲一句非常中性，表达你的立场，同时又照顾到他的情绪的一句话，是非常能够帮助2个人关系提升的。对不起，我表现的好像只有我压力最大。这个部分呢，比较像是道歉的情境。你对不起之后，你不能对不起完还酸他，对不起，你最厉害。就是你不能还酸他一句啊！对不起，我刚刚表现的好像都是我对。对不起，我刚刚表现的好像只有我压力，每一个人压力都很大。在有硬碰硬的状况下，谁不压力大？谁的生活压力不大？谁的情绪折磨压力不大？这样你觉得你们现在在一个临界，下一句话讲什么不对的时候，你就把这句话讲出来。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棒的缓和剂，因为你刚刚一定释放了超多压力，然后你忽略了他其实也承受了很多。如果你能够说句对不起，那对我会很有意义。你也可以用语言或行动来向我表明你在乎刚刚发生的事。这句话虽然偏长，但是总体来说比较是说，我需要你的道歉。我知道我现在情绪，只要你一句对不起，我的情绪小因子们就会全部被你安抚。有时候大家只想要听到一句对不起，很多人讲不出对不起3个字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用一个拥抱、一个行动来证明我们还是很好，来证明你刚刚的歉意，或是你明明就已经知道你错了，明明我们的对话到头来就是只是欠你的对不起，那你就用你的行动，用写的也好，画画的，一个拥抱，一首歌，就是你真讲不出来，你就放一首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之类的。你看，也是用行动来低声下气的表达那3个字，但前提就是你要先跟他讲这一句话，让他知道说，谢谢你给我台阶下。这句话比较像是你给对方台阶下。终于来到我们最后一句话压轴，如果你不照你的承诺去做，我很难相信你。承诺啊，一诺千金啊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前面有给太多承诺，太多答应，你真的没有做到，你就是一个放养的孩子。1次、2次、3次都没有做到，你心里就有一个疙瘩，说，哎呀，我也不想相信他，但你也说不出这句话，或者是你很难找到一个切入点，说我不想相信你了，因为这句话说起来也是蛮伤的。所以这句话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在自己的字典里面。当你真的有这种情绪的时候，这句话是可以很中性的表达，又不会伤到对方，因为现在没有说否定他一直都不照承诺，或者是哎呀，反正你不会照承诺啦，我永远都不会相信你，我看看就好，你永远都不会兑现。你这种就是已经唱衰对方未来还没做的事情。这句话比较像是，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，我可能会很难相信你哦。不要先否定他还没做的事情嘛，尽管他前面真的已经让你失望很多次了，不要让每一句话变成你的吵架导火线。以上这15句话是我精挑细选，它这本书里面有127句。这本书后面呢还有一个空白地方，你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字卡。这些句子呢不是说你什么时候要讲，而是你可以常常练习，在你心里变成一个我刚刚说的像字典的感觉。这时候我好像该说什么，又不想伤害他，又想要表现我的情绪，又不想要苦苦哀求对方，又不想很情绪化。这些话可以变成你化解这些情绪的小工具。非常欢迎大家去书店翻一翻，喜欢的话把它带回家，因为真的是偶尔去翻一翻，提醒一下有这些话可以放在心里。以上的是今天的分享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欢迎在影片下面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句话。这15句我都超喜欢，我真的选不到。你最喜欢哪一句？需要你说你爱我。
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第3句话，什么东西？你觉得要每个都这样比吗？好帅哦！这什么声音？怎么开始打嗝？好，开始。我自己说开始，讲的真好呢。